今天我們來聊聊一件可能會顛覆你三觀的真相。這個真相與中國歷史上兩位聖者有關，一位是家喻戶曉，被尊為至聖先師的孔子，另一位則是神秘莫測，著有《道德經》的老子。令人震驚的是，關於老子這位思想巨匠的歷史記載幾乎空白，好像被人從史冊中生生抹去一般。更離奇的是，他留給後世的千古奇書《道德經》，流傳至今的版本竟然在後世被篡改了700多處之多。要知道，《道德經》可是全球發行量僅次於聖經的書，被譽為東方智慧之源。然而如此重要的一部典籍卻隱藏着重重疑雲，令人不得不深究其中緣由。孔子和老子之間到底發生過什麼不為人知的恩怨？又是誰出於何種用心對《道德經》動了如此大規模的手腳？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種種跡象表明，老子似乎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經洞見了人類社會的最終命運。接下來，我們將深入探討這一系列問題，帶你走進這段被掩蓋的歷史真相。提起老子，我們腦海中浮現的可能是一位騎着青牛、白髮飄飄的老翁形象。他留下了不足5000字的《道德經》，影響了無數後世哲人。然而，關於這位思想先知本人的生平，我們卻所知寥寥，在正史中幾乎找不到他的蹤跡。司馬遷在《史記》中為老子列傳時，開篇便感嘆資料之缺乏。據記載，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又號老聃，是春秋晚期楚國苦縣厲鄉曲人里人。他曾在周朝王室擔任管理藏書的史官，相當於皇家圖書館館長。傳說孔子曾專程拜訪這位大史官，請教禮法，可見老子在當時已小有名氣。然而，就是這樣一位博學多識、地位不凡的人，史書上對他的記載卻少得可憐。司馬遷在記述老子時，不得不將戰國時期另一名道家人物莊子以及法家韓非一起合寫在同一篇傳記中，足見能搜集到的老子事跡之稀少。史記記載，老子莫知其所終，又稱或有人說老子活了100多歲，或與孔子同代。司馬遷自己也承認未知其然否，對老子的真實情況抱着保留態度。最後他只好感嘆一聲老子深遠，草草結束傳記。由此可見，哪怕以司馬遷的史料搜集能力，關於老子能記述的實在寥寥無幾。有趣的是，連老子的真名和字都有爭議，有人說他名耳，字聃，也有人稱他字伯陽，諡號老聃。更離奇的是，後世甚至有一人三老子之說，歷史上可能出現過3个不同時期的老子。一說老子活了160多歲，先後在周朝和秦國2度現身，也有人懷疑老子其實是好幾位道家學者的化名合集。然而這些猜想都無法考證，反而更增添了老子如霧中神龍般的神秘色彩。史書上關於老子的最後記載充滿了傳奇色彩。相傳老子看破周王朝國勢將傾，決意退隱。他騎着一頭青牛向西來到函谷關，守關的官令尹喜仰慕老子學問，懇請他留下著述。於是老子停下腳步，一氣呵成寫出了上下2篇5000言的《道德經》，交給尹喜後策牛出關，從此莫知其所終。老子的忽然消失，使後人對他的結局產生了種種想象。有人說他西行去了天竺、古印度，將智慧傳給了外邦；有人說老子得道成仙，最終羽化登天；甚至還有人戲言老子被外星人接走，離開了地球。無論真相如何，總之老子在歷史上就此失去了蹤影，既無弟子亦無明確的傳承。一代大哲仿佛就這樣退出了人間舞台。一邊是老子的杳然隱去，另一邊同時代的孔子卻留下了清晰的歷史軌跡。孔子周遊列國，廣收門徒，他的弟子們整理出了《論語》等語錄，為他立傳數碑。歷代帝王大建孔廟，尊孔子為素王。孔子的生平事跡可謂詳盡備載，家喻戶曉。相比之下，老子雖與孔子並稱春秋風雲人物，卻在正史中影影綽綽，只留下短短1篇傳記。他的思想一度影響深遠，最終卻歸於沉寂。為什麼歷史對待這2位賢聖如此厚此薄彼？難道僅僅因為孔子門徒眾多而老子門庭冷落，還是背後另有原因？值得一提的是，
儘管正史對老子秘而不宣，民間和後世的傳說中，老子的形象卻沒有被完全遺忘。東漢末年，道教興起，奉老子為神明尊崇，稱他為太上老君，視作天神下凡。尤其到了唐朝，皇室李氏自稱是老子李耳的後代，唐高祖還特地下诏封老子為太上玄元皇帝，把他尊為皇家始祖。帝王們表面尊崇老子到極致，然而諷刺的是，他們崇拜的往往是被神化的老子，而非老子在《道德經》中犀利的政論。老子被供上了神壇，成了求仙問藥的對象，反而更難作為一位思想家去影響治國理政。統治者敬神仙的老子，卻不肯接受他作為思想先知對現實的批判，這何嘗不是另一種形式的抹除呢？老子的學說被虛化為宗教偶像崇拜，他的现實批判精神也就更加淹没無聞了。先秦諸子百家中，孔子和老子的一次會面常被後人津津樂道。據《史記》記載，孔子曾在周敬王年間，約公元前520年前後，帶着弟子親赴周都洛邑，拜訪時任周守藏室之始的老子，討教古代禮制。當時孔子年輕氣盛，一心想復興周禮，匡正亂世。他仰慕老子的學識，便誠心前去請教。然而這次問禮卻成了兩大思想體系正面交鋒的瞬間。傳說中，孔子見到老子後，詢問有關周朝先王之禮的奧義。老子看着遠道而來的孔丘，淡然一笑，對他說了一番意味深長的話，大意是：你口中稱道的那些古代聖人，他們的骨頭早爛沒了，只剩下一堆言論流傳下來而已。君子得志的時候就出來做事，不得志的時候就隱居退讓。我聽說，聰明的商人把財貨深深藏起来，看起來好像身無長物；有大德的君子，外表看起來反而愚鈍朴拙。你啊，不如收起你的嬌態和慾望，改改你那矜持自滿、鋪張浮華的神色和念頭，這些對你沒有絲毫益處。我能告訴你的就這些了。孔子聽罷默然不語，只得起身告辭。離開洛邑後，孔子神情複雜，感慨地對弟子們說：鳥會飛，魚會游，獸會走。會走的我可以用網捕獲，會游的我可以用線吊住，會飛的我可以用箭射下。但是龍乘風雲而上天，我就無法窺知其奧妙。我今天見到老子，他真可謂如龍一般啊！孔子這番話充滿了驚嘆與敬畏，把老子比作騰雲駕霧的神龍，難以捉摸。可見老子的思想之高深莫測，已遠非常人所能輕易理解。這場孔子問禮的對話，實際上象徵了儒家與道家兩種思想路線的碰撞。孔子倡導以周禮仁義重建人倫秩序，而老子則對周禮的空洞繁文縟節不以為然，更強調順乎自然、返璞歸真的大道。孔子注重人為的教化規範，老子質疑這些規範是否違反人性，本末倒置。可以說，兩人在理念上的分歧已經初露端倪。孔子離開周都後，對老子雖然由衷佩服，卻也意識到雙方道不同，不相為謀。此後他極少再提及老子，專注於推行他的儒家理想。老子則騎牛遠去，不問塵事。在歷史中，孔子和老子再無交集，但他們所代表的儒道兩種思想，卻展開了一場漫長的暗中角力。一方是積極入世的倫理教化，一方是超然出世的自然之道；一方強調社會秩序與道德等級，一方向往無為而治、小國寡民。兩種學說都試圖解答亂世之難，但道路截然相反。這種分歧的影響，隨着時間推進愈發明顯。漢代以後，特別是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孔子的儒家學說成為正統，老子的道家學說逐漸被邊緣化，甚至曲解。朝廷大力推崇孔孟之道，將孔子奉為萬世師表，而老子的思想則被簡化為養生玄學，對現實社會的批判力被削弱。可以說，歷史在某種程度上選擇了孔子，而捨棄了老子。事實上，在先秦百家爭鳴的黃金時代，不僅儒、道兩家，各種思潮如墨家、法家、名家等，也曾自由辯難，各抒己見。那是思想空前繁榮的年代，諸子百家的成就與同期的古希臘哲學交相輝映。以孔子、老子、
墨子為代表的三大哲學體系鼎足而立，構成了中華文明思想的精華底蘊。然而，統一帝國建立後，歷代君主為了維繫統治秩序，逐步壓制了諸子百家的多元聲音。墨子的兼愛尚賢，提倡人人平等，最令統治者忌惮。愚民者當然不願黎民擁有這等大智慧，於是墨家學派幾乎被有意封殺，從歷史上销聲匿跡。法家雖一度為秦所用，但秦朝迅速因苛政而亡，其激烈手段也不為後世所取。最終，儒家借漢武帝之力成為獨尊的官學，道家被排斥出權力核心之外。正如有學者所言，儒家思想像一道無形的枷鎖，長期禁锢了華夏子民的自由思維，使學術創新和批判精神成為奢望。孔子與老子兩種道路的分野，不僅是個人榮枯，更決定了此後中國文化的走向。當統治者選擇了孔子倡導的等級綱常，也就等於放棄了老子蘊含的革命基因。道德經短短5000言，含義博大精深，一直被奉為思想經典。然而你也許想不到，我們今天讀到的道德經，其實與老子原作已有許多出入。這並非危言聳聽。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老子殘片》，這份西漢初年墓葬出土的帛書殘卷，是目前所發現最完整、最接近老子原著的道德經版本之一。公元1973年，考古學者正是在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中，意外發現了2份漢代抄寫的老子帛書文本，分別被称為甲本和乙本。經專家考證，甲本用小篆書寫，共約5344字，抄寫年代在公元前206年以前；乙本以隶書寫成，約5342字，年代在公元前179年前後。換句話說，這2種帛書版本至少比目前流行的通行本早了400多年，极有可能直接根據戰國時期的竹簡原本抄錄。而我們今天熟知的《道德經》文字，主要源自三國魏時哲人王弼於3世紀中葉注解所採用的版本。從老子寫下此書到王弼定本流行，中間隔了將近700-800年。在這漫長歲月裡，《道德經》的內容竟然悄然出現了多達700多處的差異。馬王堆帛書本、老子和今本《道德經》詳細對比的結果，令人瞠目結舌。有700多處文字不同，導致了160多句的含義產生重大變化。更令人深思的是，這些改動幾乎無一不在為統治者的利益服務，仿佛有一隻無情的黑手，刻意將老子原本激烈大膽的思想修改得溫順無害，便於統治者接受。我們不妨舉幾個典型例子來看。例一，對上善的曲解。今本《道德經》第8章開篇寫道：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表面意思是，最高的善行好比水，滋潤萬物而不與之爭。歷代解讀多半認為這是在勸人處事要像水一樣柔弱不爭。然而在馬王堆帛書甲本中，這句話並非上善若水，而是上善治水，水利萬物而有敬。也就是說，最善的統治者在於能治理好水患。水虽然滋養萬物，但保持平靜不泛濫才接近道。老子本意根本和不爭無關，更談不上叫人逃避現實。試想，誰最希望老百姓柔弱如水，與世無爭呢？當然是高高在上的統治者。原文其實借大禹治水的典故，說明為政者應順應自然規律，疏導江河，使水利萬物且風平浪靜，不致泛濫成災。結果後人改一個字，把積極的治水之道變成了消極的處世哲學，讓人們誤以為與世無爭才是上善。這樣的轉變無疑極大地方便了統治者向百姓灌輸逆來順受的思想。例二，古今觀的顛倒。今本第14章有一句：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意思是按照古代不變的道理來駕馭如今的事物。這很符合儒家以古為師的口吻，仿佛在說治理今天要以歷史經驗為鑑，恪守先王之道。然而帛書版本中這句卻寫成了執今之道，以御今之有。老子原意不是讓人抱着古訓不放，而是強調要抓住當下的規律來應對今天的局勢。簡單說，就是要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想一想，誰最希望老百姓凡事遵循三綱五常、三從四德那套古老的儒家傳統道德，动輒以祖宗之法不可為，
來約束自己。正是那些既得利益者，因為只要民眾奉古守舊，他們統治的等级秩序就不會受到挑戰。而老子其實告訴我們，要立足當下，放眼現實，這才是掌握大道的關鍵。很明顯，這樣的理念與奉古崇禮的儒家教條格格不入，於是就在文字上被悄悄改頭換面了。立三取權還是取經？經本第22章開頭寫道：取則全，枉則直。表面意思是彎曲反而能保全自己，委屈自己反而能成全。後世據此引申出委曲求全的處世之道，仿佛老子在教人遇事要忍讓退縮才能生存。然而帛書版本中這句話竟變成取則金，枉則定，字面直譯十分費解，大意可能是彎曲才珍貴，枉曲才能安定。有學者解讀為能取能伸反而是最寶貴的智慧，懂得變通才能帶來安定。無論哪種解釋，都和委曲求全大不相同。老子原意並非要我們一味吞声忍气，苟且保身，而是強調靈活變通的重要。可是后世通行本一改，人人只記住了曲则全三字，理解成逆來順受可保平安。試問誰最希望百姓忍氣吞聲，委曲求全呢？還是統治者？把老子的話改成教導順民之詞，其用心昭然若揭。除了上面列舉的幾點，帛書本與今本在許多觀念上呈現出截然不同的傾向。通行本中強調隱退避世的詞句，在古本裡往往有不同表達。比如人們熟知的功成身退四字，在今本第9章和第30章均有出現，似乎勸誡立了大功便要急流勇退。然而在馬王堆帛書版本中，對應的思想卻更積極進取。有學者指出，帛書譯本中隱約可見功成而自強不息的含義，也就是說，建功立業之後更要自我奮勉，繼續努力，而非急着功成身退。在如今本崇尚清靜無為，帛書中卻額外出現了一個情字，表明老子並不否定人的情感與欲求。老子主張為無為，並不是叫統治者什麼都不做，而是讓他們順應自然之道進行治理，不要妄作胡為。簡言之，就是該作為時要作為，不該作為時就一切順其自然。可惜後世很多人把無為曲解成消極怠政或百姓什麼都不幹，完全誤會了老子的本意。由此我們可以體會，老子的原思想其實並不提倡盲目退縮，更非讓人當麻木順民。他真正批判的是違背自然、矯枉過正的瞎折騰，而不是人的正常情感和積極作為。這些細微而重大的差別，經過歷代錯誤詮釋和蓄意篡改，全都被抹平了。總之，歷代統治者正是透過這樣的加工改造，將一部可能振聾發聩的《道德經》，在很大程度上馴化成了一部勸人安分守己的處世哲學。老子原本犀利的聲音被降音消聲，他的書逐漸被打上為統治階級服務的烙印，其結果就是中國社會千百年思想的沉寂與僵化。人們不禁要問，《道德經》這樣一部聖經級的寶典，為何會遭遇如此肆意的篡改？還有，老子這樣一位博學高深、受人敬仰、具有重要歷史地位的人物，竟然在各種史料中不見蹤影，幾乎被遺忘，究竟是什麼原因？前文我們已經看出一些端倪，老子在書中說了太多統治者不愿聽的真話。翻開《道德經》，你會發現老子絕不像某些人以為的那樣消極出世，與世無爭。恰恰相反，整部書81章中，近一半篇幅直指治國之道，對象往往就是當權者。他一方面講道的玄妙規律，但另一方面更是大膽地批評時政，為民請命。例如第40章，老子揭示天下萬物運行的根本規律，事物循環往復，盛極必衰，弱小的力量也可以積聚成足以顛覆強權的大事。第42章，老子警告統治者不要太過剛愎自用，所謂強梁者不得其死，橫行霸道的人不會有好下場，死無葬身之地。第53章，老子更直言不諱地批評當時朝政腐敗至極，列舉田地荒蕪，倉庫空虛，而統治者奢侈腐化，搜刮民財，斥責這簡直就是強盜頭子，完全背離了道。第75章，老子點出民生疾苦的根源，民之饑在於上面稅糧太多，
民之難治，在於上面有太多作為。民不畏死，是因為統治者壓榨過甚。這些話句句穿透石壁，毫不留情地將矛頭指向統治階層的貪婪和暴政。想象一下，身處帝制時代的皇帝大臣們讀到這些話會是何等滋味。難怪有論者形容老子文筆老辣，言辭尖刻激進，簡直有大不敬之嫌。別說古代帝王，恐怕就是一般達官貴人聽了都會渾身不自在。如此犯顏直諫的內容，統治者如何能容？唯一的辦法就是對他嚴加封殺。正如有人半開玩笑地說，如果老子沒有騎牛遠走高飛，恐怕早就被當局請去喝茶了。老子幾乎是用預言在警告統治者，而統治者的回應則是讓老子從現實和歷史中一起消失。耐人尋味的是，即便在資訊發達的今天，老子那些大膽的觀點依然讓某些權勢者感到不安。據說最近有自媒體在網絡上分享道家文化誰篡改了歷史的內容，不久便遭到刪除下架。可見为尊者會的心態古今一也，揭示歷史真相從來都不是件輕鬆的事。但令人欣慰的是，隨着考古發現和現代學者的努力，我們終於有機會還原老子思想的本來面目，聆聽到他穿越2000年的證言。現在我們回到一開始提出的那個謎團，老子是否早在2000多年前就看到了人類的結局？其實與其說老子預見了人類未來的某個具體場景，不如說他透徹地看清了人類社會運行的規律，並預言了若干文明發展的必然後果。如果後世不吸取他的教訓，那麼他所揭示的那些結局恐怕一個都難以幸免。老子身處春秋末年，周王室衰微，禮樂崩壞，列國征戰不休。在他眼中，人為的禮法秩序已經失衡。他力圖從更宏大的視角尋找出路。他看到了自然之道的永恆和人類社會的短視之間的矛盾，因而做出了許多發人深省的論斷。例如，老子批評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當大道被拋棄，才會出現到處標榜的仁義道德，聰明才智泛濫，反而帶來大奸偽。換言之，當淳樸自然的道不被遵循，人為立起一套繁瑣的道德標準時，虛偽做作之風就會滋生。老子這話可謂一語成讖。2000年來，每當社會上大講仁義道德的時候，往往正是道德淪喪、虛偽橫生之際。再如前面提到的第75章，老子直指官逼民反的真相。百姓為什麼挨餓？因為統治者橫徵暴斂。百姓為什麼不怕死？因為日子實在苦得沒意思。歷史不斷重演着老子的判語：秦始皇橫掃六國，一統天下，但焚書坑儒，殘暴嗜殺，結果二世而亡。正應了那句強梁者不得其死。隋煬帝貪功好大喜功，勞民傷財，最終在民變中身死國滅，也是死無葬身之地。再看歷代農民起義，此起彼伏。當朝廷苛捐雜稅壓得百姓活不下去時，陳勝、吳廣揭竿而起，黃巾軍席捲中原，李自成攻破北京。每一次動盪都在證明老子的警告：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百姓之所以造反，就是因為統治者作威作福太過分了。可以說，老子以簡喻繁，一語道破帝王們興亡的宿命。不僅社會政治如此，在人類對自然的態度上，老子的預言也令人驚醒。近代以來，人類依仗科技之力向自然索取无度，工業污染肆虐，生態系統瀕臨崩潰，地球暖化，物種大滅絕等等災難，難道不正是物極必反，損之而益，益之而損的真實寫照嗎？我們過度索取大地資源，結果大自然開始反噬人類，這正是老子所說多積怨必有餘殃的報應。再看人類自己發明的武器，核武庫的毀滅力量足以讓整個文明灰飛煙滅。列強之間劍拔弩張，只需一念之差就可能把世界推向末日。老子早就把話挑明：兵戎之氣不降，殺人之事不可為。然而時至今日，大國們仍沉迷軍備競賽，在刀鋒上跳舞。如果有一天人類真因一場核戰走向毀滅，那只能說是徹底應驗了老子的悲劇預見。只是那時候再追悔，為時晚矣。縱觀老子的思想，他所展現的是一種大智慧下的清醒和悲憫。他清醒地看到了權力的傲慢必將引火焚身，
人民的麻木將導致長期的黑暗。他悲憫地希望統治者少一些作為，還百姓以喘息空間，希望人類順應天地之道而行，避免自取滅亡。可惜老子的忠言大多未被當權者聽進去，歷史巨輪照着自己的軌跡滾滾向前。老子早在2000多年前就看透了這些軌跡，可惜後人卻一再重蹈覆轍。如今當我們重讀《道德經》，不禁為老子的遠見而震撼。他早已預示了人類可能面臨的種種危機，政治上的暴政革命循環，社會上的道德虛偽現象，環境上的生態反撲，軍事上的自我毀滅威脅。可以說，這位古老先知對人類前途的擔憂一一成真。如果我們繼續無視他的警告，那麼等待人類的結局，或許正是他當年所預見的最壞情景。然而，歷史並非不可改寫。我們此刻揭開老子思想被遮蔽的真相，正是為了從中汲取智慧。也許，只要我們願意回到老子所指引的道途，學會敬畏自然，節制慾望，謙卑處世，人類依然有希望避免那悲劇性的終幕。最後，我們可以這樣理解整個隱秘的歷史脈絡。老子之所以在史料中消失，是因為他的光芒太過刺眼。孔子與老子的恩怨體現的是兩種治世之道的抉擇，而《道德經》被篡改700餘處，則是在權力陰影下，真理被扭曲的縮影。當塵封的真相重新浮現，我們的三觀或許真的會被顛覆。但這種顛覆，正是老子留給後世最珍貴的禮物，發人深省，警醒世人。我們終於明白，老子並沒有真的離去。2000多年來，他一直透過《道德經》的字句凝視着我們，等待世人讀懂他的良苦用心。歷史是不會說話的老者，但老子已經替歷史把話講在前頭了，就看我們能否真正聆聽、領悟，並避免重蹈他所預見的覆轍。